hear your voice over and over, sitting on the beach of Dover. But it's happening, oh dear, in my head. If we can be together, maybe one day for us. 黑日约会局开启，我要干一个缺德的事儿了，不好意思。就有点不太想和这田雨辰和瑞瑞分到一组里。我跟瑞瑞都被分到了3人组，如果再换上一个人会太尴尬。瑞瑞他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像哥们儿一样，反正我如果下次约会，我肯定约文文。你出来的时候一直说唯一那2天过得怎么样，表达很明显，是我想的意思吗？没有别的意思啊。那我有什么弦外之音？对，在我看来就最近啊，你可以稍微离我远点那个意思。戴姐啊，你这样等我一下。你干嘛去了？回小屋呀。你有遵守昨天的规则吗？不是，那是你的一个感情态度，和我无关。我的感情态度也和你无关。我跟瑞瑞今天玩的时候也挺开心的，但是去的路上我心里就老惦记文文，然后我文文的时候又惦记着瑞瑞，最终2头都没有。小孩都吃完了吧？现在。都吃完了。干嘛？出去溜达会儿啊。对呀，我直接深度睡眠，刚才那一觉是我这么多天睡得最香的一觉。怎么了？他跟你说什么了呀？没跟我说啥呀？给你打打伞。就是昨天不是跟你说的那些，说的一知半解吗？嗯。然后那个，咱们站这儿吧。就是你得让我组织一下，就是我就是说实话，因为在你来之前，其实我是对瑞有好感的。嗯。然后我因为也不能说是误会，可能就是他们那个信息没有及时的得到，我没有看到信息，我以为瑞瑞对我的感觉一般，然后但是我得知了他连续3天给我发了心动短信，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再感受一下跟他在一起出去的感觉呢？那就是我们仨一起出去，我感觉就像朋友一样，就是其实也不可能再有什么火花，怎么样的。你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是吧？我就是跟你有话直说啊。嗯。但是你的感觉就是你一过来，我就是非常的，就是打乱了我。你能理解我吗？你能 get 到吗？你喜欢我什么？啊？你喜欢我什么？性格，毫无疑问，性格。尤其你说青岛话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我跟你讲，就是这种，哎呦姐们儿，哎呦，就是豪爽豪气，就是那种又聪明又傻傻笨笨的，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对瑞瑞的喜欢，就是一开始就是刚来嘉宾，刚来屋的第1天，就第一眼的感觉。但是我后来跟你接触，我发现我跟你玩的更快乐，你懂吗？包括我今天，我就感觉一想到你，我就心就特别难受，我就好像就心里在流泪一样。就是你那种感觉就很奇妙，所以说，所以就是可能我今天又去尊重了我内心的那种第一感觉，但是可能效果不是我想要的，怎么样？就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昨天跟你说半天，我也没吐出什么象牙出来，就是，sorry，你知道吗？但是我昨天他们那2个哥哥又跟我说，就是说我要跟你说清楚，但是我想跟你说清楚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我今天跟他们出去玩，但是说玩的感觉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么说好那什么，但是我确实我心里在想着你，然后包括我也想跟你道个歉，因为今天早上我知道你坐我旁边，哎，我坐这边了，那边够不着。那真不好意思了，我偏要坐这儿。然后我今天其实然后但是我后来就坐到瑞瑞旁边，我知道这样就是，哎呦，就像咱俩第1天认识的感觉，知道吗？哎，你没事你就直接说嘛。
你就直接说嘛。但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之前不管发生了什么怎么样吧，现在吧，反正你跟我说这些的话了，我这人就是也就过去了，对不对？当我看到了文文哭，我的心是非常难受、非常愧疚、非常心疼的。我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儿，并且伤害了他不止一次啊，所以我一定要跟他道个歉，然后并且帮他擦擦眼泪。对，我看你在屋里就很难受这种感觉，我也非常心疼。哎呀，就感觉就是真的是很，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跟瑞瑞聊了好久，就是我因为我不想瞒你任何事情，可能有些话你听了不是很舒服怎么样，但是我想说的，我们俩就是瑞瑞他给我的表达就是他可能第一眼对我感觉也是感觉非常好的，然后我第一眼对他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我俩性格没有特别的，或者说双方都有一些没有人特别的主动，就像普通朋友一样。然后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他那天给我3天发的消息，然后我就把我跟一哥说的话跟你说了，然后但是我就感觉他好像对我们俩都像对朋友一样，没有对任何人有一方的偏心，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他想跟我们俩都保持一样的朋友的关系，就像好哥们儿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们感觉都是一样，所以我感觉他就是像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一样。就是我跟他，我觉得我听懂了，你的意思就是本来你可能不是我已经偏向瑞瑞了，但是如果说，但是因为今天这个你跟瑞瑞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感觉，我是备胎呗，意思是我是备胎呗，意思是不是，不是一开始我是其实就是一切发生改变，就是因为我昨天收到的那几条讯息，我的心态，我的整个这个就改变了，我的整个行为，我的整个心态就变了。然后我昨天就说，从昨天开始就要跟你接触，但是我又晚上收到了信息，连续3天的信息，然后我就想，那他接着他连续给我发了三天，然后我只第一天发给了他，我后面每天都发给了你。我只第一天发给他，我后来每天发给你，然后心仪这事儿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没那么重要。可如果说这事儿没那么重要，为什么他又能轻易改变你心意呢？我说如果西西这个事儿没那么重要，他为什么又能轻易改变你心意呢？就是我今天就是想跟他再约个会，就是说想。我都知道其他人把咱们仨，你瑞瑞我，咱们仨放一块儿，那多就是我也可以一起玩，对不对？就是我说白就是跟你在一块儿特开心、特逗、特好玩、特有生活感，就是能有那种能玩一块儿去的感觉。但是跟他虽然说我们玩的跟好哥们儿一样，但是在那个方面是有一定的距离感。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我接下来几天跟瑞瑞就是普通朋友，然后我接下来几天都会找你来玩，然后你怎么想的？你想是跟我玩或者不跟我玩，我都完全的 OK。就我说的比较直白，对吧？是吧？那你觉得瑞瑞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你一边说他表达的是前2天我挺喜欢你，另一边又觉得你跟他好像只是普通朋友。我通过他是挺好，我的感觉我只是通过那条短信，我觉得他能连续3天给我发，而且我们屋的3个男生都给瑞发短信，我们3个男生每天晚上都在聊瑞，都在晚上聊瑞怎么对我的这种感觉，瑞就是我们3个男生会第一眼喜欢的。后来小新放弃了，然后昨天是大一，他也准备要放弃了，然后他们都觉得，他们都放弃了，然后但是因为瑞瑞发给了我，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瑞瑞他不善于表达，因为我通过短信来盘的，来推断出来的，然后但是我今天的感觉，一起聊天的感觉，就是我们仨就像朋友哥们儿一样，你知道吗？
就给不了咱俩那种感觉。反正吧，你这话你给我的感觉，我知道你把我当备胎呢，在这。我没给你当备胎，我这话的感觉，因为我一开始来小屋的目的，我就说我至少接受3个女嘉宾以上，我就不想藏着掖着，因为我想知道我内心真正需要的什么，我内心想要的是跟什么样的人的接触，是跟我去的灵魂，还是第一眼更重要，你懂不懂？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整个这个小屋这些模式也好，它就会给大家创造各种的，不管是单独还是跟不同人接触的机会。对吧？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跟这么多人在这么密集的时间内这么交叉接触，我觉得很难。所以说，我觉得我挺感兴趣，我愿意去根据他们制定的这些规则，或者是他们制定这种模式去走，去接触不同的女生，然后最终找到了我发掘我内心最深处我想要的是什么。就可能过程对你们确实有点不太公平，但是我是确实这么做了。我有跟他解释他不是我的备选，因为只是非常巧合的事，就是我确实的对他们2个人都有情感，因为我的内心其实是更需要被认可、被肯定、被偏爱的。一见钟情和被选择、被认可、被偏爱中，我选择了后者。我现在的真心就是我选择了文文，所以说我对他就是我今天通过今天的玩，我也明白了，我对他就是像接下来就是像朋友一样，然后我会接着主动找你玩玩什么的。然后就是哎，就是因为我后来就包括我昨天一晚上在做梦，而且我梦的特别，说句话你有点不信，就我梦见跟你们俩都出去玩了，然后那种感觉就很像今天那种感觉。就我要是我这个绝对不带扯的，我就是梦到跟你们俩出去玩的感觉，但是我跟你玩感觉就是特别轻松，特别傻乐，特爽，特快乐，就是属于我们俩会在私下也是能成为特别好的那种，不管说是亲密关系，还是说或者是情侣，或者是说是朋友，就觉得咱俩私下觉得我感觉跟你们特能玩得来，对不对？特能玩得来。但是瑞瑞呢，给我感觉就像是离开了小屋，大家私下可能也就是加个微信，然后微信互动一下，可能就不怎么会私下见面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很乐意去跟你继续接触。就是你给我感觉很接地气，就是非常活人感，非常太有活人感，就非常鲜活。加上你的性格，你知道我的思维就是比较有些怪一点，能抓住我，就是那种怪的。咱没说你不好啊，这有个东西。不好意思，又让你哭了。我不是，哎。反正我接下来该干的事儿我都会干，然后我也接受一切的结果，我只是想不留遗憾。那你如果现在觉得瑞瑞也不喜欢你，那你觉得瑞瑞喜欢谁呢？哇，他谁都不喜欢，他谁都不喜欢，就是他可能之前对我有，他不能喜欢我，他之前对我有好感，但是他现在谁都不喜欢。然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反正对，我就这样，我就是Vega LYGA， 我是 Lega， 我是来自北京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也没法说，有很多我也觉得很多东西没法说。反正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我们也聊了很多，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巧合，跟这个整个这个环境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巧合，就巧合到就是可能你觉得我帮你。就是你说不好听点，不是什么备胎这个事儿，但是我不是我一开始初衷绝对不是这样的，但是最终造成结果好像是这样的，对，你懂吧？但是我的想法绝对不是这样，就现在就说的很那个很怪，都很怪，但是这也是我自己的行为导致这种很怪呀，好玩。我就是我这说话挺乱的，因为咱俩说话其实都别人有点听不懂。但是我觉得
你能懂吗？虽然你也没太听懂，但是我传达这个意思，稀里糊涂的这话是不是？我也不会说什么那种特浪漫的话，特什么正式的话，对啊，咱就会说点土话，但是咱说不了洋气话，咱就得说点土话。从小就土，我就是跟他面前我就有点爱发神经，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会觉得这很正常。我就觉得他这点反而吸引了我。所以说我这个是，你看我这个性格，你能说好吗？你已经意识到这些，说明你已经长大了。哦，谢谢你。行，那咱先回去吧。反正大概你的心里的想法，我也我心里就是这种想法，七七八八有一些了解。然后到时候以后，我给你打，你都说我长大了，我给你打着。就关于我那部分的事儿吧，就我觉得快乐就好。就是我真的是，因为可能昨天的事儿，可能觉得它是件很重要的事儿，但是其实到了今天，我又感觉它不重要了。也不是不重要了。那你觉得不重要了，你就说说呗。说出来可能，直到昨天那句话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确定了他喜欢小黑，我回不了家了，没家了，文之间，算了吧，我觉得。可能也会，可能对一些人有好处，可能对一些人有伤害，所以先不说，先保密吧。伤害我一点。跟你关系大，就跟你也有关系，但是应该关系不大。那是伤害我还是伤害我一下？反正你先别问了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就是你这事儿，可能真的在昨天对我来说，我挺对我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我今天我又觉得他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也不是没有太大关系，它有影响，但是就是明白，就是他来了也能让他走，就这种感觉，允许他来也允许他走的那种感觉。通透，走，通透姐，是不是通透姐啊？我觉得聊完了之后，就是他也挺坦诚的嘛，算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感受我也基本上都分享了，我觉得后期如果再有什么新的感觉的话了，就再说。这次我是感觉我们可以再继续接触试试。本节目由国民品牌东阳光药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纯正果味、软糯 Q 弹的不二家耐可塔软糖品牌赞助播出。该发短信了。哦，要发短信了，快发短信啊！心动短信。哦，今晚管家会为你实名送达。我发了，就是我今天的感受，好感度增加，非常加分，就是夯爆了。发给了芊芊。我今天在想心语短信的时候，其实跟以往不太一样了。前几天给他发心语短信的时候，都是想，哎呀，让他印象深刻一点啊。今天我给他发心语短信的时候，我有就是一些比较强烈的东西要表达的这种冲动。其实今天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是实名的，所以我觉得我要有些感受，我要把它更加的认真的，告诉他。首先说，我是想感谢他了解我，去开我的抽屉，然后我也很庆幸的了解他，然后能看到他的脆弱。然后第二自然段就表达了一下，我说我们之间有些命运的安排，然后我觉得遇到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在第三自然段就是写了我自己的一些东西。其实在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是钝感力强还是我习惯了去装傻。所以我给他发了一个这样的信息，我说我在感情中比较迟钝，总后知后觉，我害怕一些感受会因为迟钝而失去，但又害怕感受的强烈而担忧，至少希望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神奇的瞬间，这是仅属于我们两个的专属回忆，至少在现在对我来说是永远都感受深刻的经历了。就至少我会告诉他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会告诉他我在感情里面，或者是我在相处的时候，我的一些并没有那么完美的一面吧。我可能有些地方我会自己跟自己纠结。他发了一长串长难句，但我也能 get 到，我能 get 到。我觉得我确定他的心意，他也确定了我的心意就够了，很好。今天是一个里程碑。好，我先上去一趟吧，再见。行，祝大家晚安。晚安。哎，今天没看到戴戴人呢？戴戴不知道。你别 Q 我啊，我正在想短信内容呢。你的感触是什么？我的感触，我说实话 ，CPU 干烧了，开车来回2个小时本身就累，硬给我干炸，我会有这种感觉，真的。是你不想再接触新的消息了，太累了是吧？也不是，就是我可能需要想一想，多好好想一下。6个点，我懵了。啊，啥意思？不认可吗？还是啥？我不太懂。我今天的心仪短信就从想给小新发，然后变成了发给魏毅，发了一串省略号。一是对这一切都很无语，二是也表达我对他很无语。我不知道这全程脑子在想什么，他给我一种游离外太空，或者说是我感觉他脑袋里住了个草履虫，就是你要不要看看周围到底在发生了什么？前2天跟你约会的是我，然后你今天就来当了一个司机，然后又当了一个护工的角色，我就觉得这个是在干什么呢？所以很无语，就发给了他，希望他也能有所改变嘛。今天收到的又是这2位，一位极致浓人跟一位极致淡人的消息。但是今天的消息很有趣，这位极致浓人今天的情绪就是感觉发来的消息好像又是很淡的，然后这位极致淡人发来的消息好像又是很浓的，所以我看完消息我又会觉得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就是这种感觉。我发给小戴了，我说可能是我想太多了，曲解他的意思了，向他道个歉。那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你当时跟我争吵完，你不第一时间来说呢？你第一时间来说的话，这个消息我不就会发给你了吗？你当场不说，然后你现在发，有什么必要呢？我纠结了很久，是我来到小屋第一次纠结时间比较久的。最重要的想法是在发什么的内容下能让接受到信息这个人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而且我希望我能发的内容是能让他舒缓自己的一个情绪，而且能让他开心一点。看到魏毅的消息呢，我也是2前1黑，也同样的想法，就是你现在才说这些，那你之前都在干什么？他说他也是一个确实他是很慢热、很内向的人，已经到第6天了，你才发现自己这一切，那剩下4天干什么的呢？再接着那个画一会儿画，玩你一把，完了再怎么地的，那最后这个结果又该如何呢？我就觉得，哎呀，2眼一黑。但是至少他现在说这些，我是能打动到我的，至少能感受到他的一些真诚吧。因为他最后有讲，他说如果我想要放空大脑的时候，可以去跟他讲。我今天的心仪短信还是给子轩，我夸他汉服很适合他。对，那我发给谁？我写啥呢？一切都是。我今天晚上是发给 Chris 了，我写的是辛苦了 Body， 然后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今天晚上的心情短信发给瑞瑞的，我说的是很开心在这段旅程中认识你，因为我现在对瑞瑞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或者说我觉得他很优秀的一个朋友的感受。我也不想让瑞瑞觉得我对他还有一些过多的就是好感偏向在里面，也不想让他在误会或者说是纠结。我今晚又收到了文文跟瑞瑞的短信。Baby, listen right here, what you is what her nigga wanna be. 今天心仪短信是发给了田雨辰，因为我觉得他今天是蛮真诚的一次绘画跟我应该对他的这个聊天回应一下了，是有一个自己的态度。当我收到他们两个人的短信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挺压力的，有点小压力的。瑞瑞来了，我又想找瑞瑞再玩回去。收到我发的消息了吗？收到了，你那是发给我的呀？这有啥吗？应该没啥。对啊，发就发了呗，这。但是我知道那个谁肯定会发给你。谁？大一肯定会发给你。那你呢？你猜呢？你肯定发给文了呗。对。为啥？就是说来话长。又话长了。我把短信发给了文文，内容就是表达了我对他的歉意，并且我接下来今天会坚定的选择他。那你说呗，去哪说？去哪说？你怎么知道我发给了文文呢？那我没收到，肯定是发给文了呀。你还能发给谁？你发给轩轩啊？你这不是？我就说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一定会被骂死的。为啥？因为我一直在搞这些东西，搞得乱七八糟。搞得乱七八糟噻！我现在就人很乱。为什么？但是乱正常，我跟你说。我太摇摆了，我感觉这样很不对，所以说我一定要 be a man，be a man， 我需要。那是啥意思啊，老师？啥意思啊，老师？就感觉好像非常的伤害别人的感觉。伤害我？为啥？为啥会觉得伤害呢？就是感觉这种摆动的感觉，就是对别人很不好，你懂吗？会对我不好吗？我感觉都是对任何人都不好。这种，你换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人在你身边，各种的反复横跳，那就说明你就是反复横跳，确实是反复横跳的人啊，确实是难以抉择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点呢，那不很正常吗？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不想再反复横跳了。你不想再反复横跳了？想一直发着玩，可以啊。他就说他以后可能都会选文文，然后他不想再这样摇摆了。我就觉得好像我还误会了蛮多的，我还以为他对我还蛮有意思的呢。结果给我当头一棒，我以后要坚定的选择文，我像个小丑一样。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这么多真的很不好。你是觉得我会伤心还是什么？还是你是怕你自己会被骂还是什么？我自己完全可以接受被骂，就我希望大家都只骂我。为什么大家要骂你？就是我不想，因为我这人就很心软。你说对我心软吗？就我真的是，你给我连续发了3天短信，你会容易受影响。难讲。什么？难讲。你讲讲，其实我有点想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想讲没事。但我想知道你的视角是什么，因为我感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准确的。我感觉我可能跟你是差不多的人，所以说就是反复横跳这种事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后一定要是跟着自己的心走，我是这么觉得。你说呗。就是可能我太抽象了，然后我对你的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然后文文的感觉就是通了。通，真不好意思，真通了。
痛了，这种感觉太痛了。所以我今天就发给了文文。真的就是，哎呦，哎呀，这个事儿就是很难抉择。所以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有必要跟你说清楚这种事儿，你懂吧？对。这个我说白了，化繁为简，我一直在一个一见钟情跟那种相处起来那种感觉在的抉择，挺浪漫的，浪漫的场景。莎士比亚，你能 get 到莎士比亚吗？过程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反正3个悲剧。聊这么深，悲剧了吗？可能是在此刻是悲剧，此刻也不悲剧。10天是悲剧的。唉，我觉得其实我也伤害了瑞瑞，因为，瑞瑞给我的感觉就像白月光初恋的一样的感觉。我感觉我跟瑞瑞的感情很奇妙，感谢遇见，就是我们俩都互相对对方有好感，但是没法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我感觉我们俩不在一起比在一起更好，因为可能把这种双方的爱慕就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最好的。你就很奇怪，你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种微妙的东西，我觉得2个人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吧。对，所以说其实我不觉得你奇怪，我也很奇怪。有点通的。某些点它是通的。我觉得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别这么想，因为我本来就觉得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选择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双向的，你自己怎么想的怎么做就行了。但是他来告诉我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对的，他不能不说还这么摇摆，我觉得告诉我这个行为就说明还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就是应该直说的。对，对。就是他每天在逼你快速的做选择，你知道吗？快速的，然后你每天的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每天还得为你的决定要负责任，还有影响第二天，然后可能第二天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了，你还第二天又要做决定，你还要为自己之前做的决定负责任，你还要再纠结，然后又要考虑自己会不会被骂，完了之后你还要考虑对方要怎么想，另外的人怎么想，其实很难。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为我自己找的理由，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必须得选择，那怎么办呢？只能选择，没有办法选择，只能选择。relax， 放轻松吧。放轻松，对的。为啥都搞成这样了吗？如果在线下认识的话，一定会很夯，狠狠的了解一下，狠狠的夯爆掉。但是你说在现实当中，我们都不会认识。对，不过通过这次也认识了。我是不是要去备采了？那你去吧。放轻松。我很轻松。拜拜。拜拜。我今后就是会坚定的选择文文，对，只要我别再发神经就好。我去屋里歇会儿。你咋开心了？我觉得，对的。加入芒果 TV 会员，更多心动细节加码看。哎，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刚找着你的没找着。哦，我跟他去备采了。那个，
哎呀没有，就是我不是想说跟你说一说吗？你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早上碰到芊芊跟我说昨天晚上她看到我跟轩轩私聊了，因为你讲的东西前后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然后她说好像感觉轩轩情绪不太好，然后我又怕我说那轩轩会不会情绪不好啊？是不是我表达的方式不对啊？还是说我没有表达清楚啊？我怕让轩轩有这方面误会，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要跟他沟通一下，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明白、更清楚、更直接一点。我现在就是我给整懵了，就是怎么啦？今天早上芊芊他们跟我说昨天晚上我俩是不是聊天了？我说是的，然后他说他们看见了，然后他说他俩回去的时候什么就是我直白一点说，是我感觉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话题能够聊到一块儿去的，但是我感觉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就像那种就目前的感觉啊，就是像那种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很好的朋友那种聊天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如果我讲出来的时候呢，我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跟我私聊了2次之后，包括你昨天晚上讲那些，我怕是因为你说我自作多情？我说我怕是自作多情，我才跟你讲这个话。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你讲的时候，你又想多了。就是我是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就是说你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包括他们跟我说你回去的时候情绪不好什么的，然后我在想，那是不是就是我一开始理解上面就是你跟我聊天只是说想多了解一下，就仅此而已。然后通过他们跟我讲的，我感觉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呢？就没有，就想跟你讲一下这个。所以呢？没有所以，就这个。但是重要吗？就是我想跟你说一下嘛，因为他们说你昨天回去情绪不好。我没有情绪不好呀。那我再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想说，这句话讲出来就很自作多情啊。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想要讲什么，但是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我很迷的，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喜欢的是瑞瑞，你一直给他发心动短信，那我那一天在车里面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很明确的跟我说，而不是说，我现在只是想要浅浅的了解每一个人。你会有失望吗？没有啊，我觉得没有失望，因为可能你们会有更想了解的人。没有，所以我不想虽然说打破你们有的默契。没有。当我去主动的做了那么多东西找你聊天，然后去邀约你跳舞，邀约你一起表演，做完所有的东西以后，然后我不想让瑞瑞会有什么样不好的情绪。我明白。而且我就觉得很像插足了你们两个的感情。这个不是，这个让我很难受。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我不想掺和进去。我知道。你不要再给我。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说话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像有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我感觉我之前跟你讲话的时候，可能我有一些话我讲的不是很清晰。就我确确实实是觉得对每个人都要有了解，因为你不了解别人是不知道的。他其实是在给前一天我们的聊天再做出一些解释吧。但说老实话，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就他说我前一天跟他在秋千聊完以后情绪不对，说我很难受。但其实我有点迷惑，因为我没有难受。我觉得我跟他把话说开了，其实我当下是没有难受的。然后他就是突然又跟我说我们两个适合做朋友。我当时其实有一点不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天去完这个台球以后，你的感受？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所谓的好感的感觉，现在其实更像是好朋友。对。但是我在跟你接触之后，我就觉得，好难得，就大家能聊到一块去，但是就仅限于此。就是也是就没有别的意思啊！我真的怕你们情绪不好，心情不好，因为我不想这样子。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不 get 到的点，就是我觉得你说的东西跟你做的东西我不太了解吧，反正可能我有的时候说的时候确实也有点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情绪会有，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情绪波动，但是当我没有被人家坚定选择的时候，其实就那一刻我会觉得挺失望的。然后我也不是一个爱纠缠别人的人，就是我觉得不管你是喜不喜欢
我跟我相处完以后，但是你那条短信没有发给我，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一点会让我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连一个最基本的感谢或者是总结都没有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不开心。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能理解大家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就是对。就是我是想跟你说，这样子讲一下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来说更好一点，因为可能我也只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觉得我要跟你说，我可能也没有完完全全站在你的立场去考虑整件事情，但是我希望跟你说的就是说，有一些沟通其实直白一点也没有什么的。我的感觉是几天的时间，就哪怕你对这个人第一眼有感觉，几天时间你也了解不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但你没有去主动了解过我，对，这就是因为我的问题。我主动去了解你了，因为我是看到你的闪光点，我那天是有主动的去找你聊天，去了解你，但是你没有敲过我一次房门，没有真正在去了解我吧，或者说主动去了解别的女生。对，就是你对我们的判断跟观察只是基于生活的。那比如说你觉得跟我们的聊天是像朋友，那是因为我们的聊天仅限于很日常的东西，就是你没有真正去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跟我去，这个没有什么，所以真的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对啊，没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不好的情绪，对，别自作多情了，别自作多情了。那就好，那就好。不好意思，确实是我自作多情了，不好意思。没事。之前啊，我承认我是想要了解他的，想要了解他更多的，但是就是当他，在给我释放一些信号，但是又没有把行动短信发给我，又一会儿跟我说他没有想要了解的对象，但是一会儿又跟我说他一直把短信发给瑞瑞，然后一会儿又跟我说他对瑞瑞的好感度是下降的，就等等的这些行为操作让我没有太搞得懂，就至今我都觉得很迷惑。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可能他自作多情了，但是他觉得我难受是因为我对他是有一些情愫的。然后我记得我就说了一句，那是您自作多情了。对，他自作多情了。是的。当时轩轩说那就是你自作多情啊。他这样讲的时候，反而我是觉得心里更舒适一点的，因为我希望是怪我的，因为讲我怪我的话，情绪不会反扑到别人身上啊。他能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可能也是一种释然。就是我感觉你在接触人的时候，你是太过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有条条框框了。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就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在筛选，我感觉，但是我没有觉得你是真正去喜欢这个人。对啊，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第一眼感觉吧。第一眼感觉，就确实我可能沟通的也比较少，但我觉得第一感觉对我来说，第一眼感觉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不同意，反正我同意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是要相处，还有去慢慢发掘的。但是当你真正去看到他某个发光的时候，你也许才会被他触动到。但是现在就没有了呀，只是有一个。所以你就看不到我发光的点。不是你当然有发光的点了。我的意思说，其实你也只是通过我在说我职业的时候，觉得我有发光的点。不是，那倒不是。我有观察到很多的细节，我是一个很细节的人。我不是因为你的职业去选择你，我没有这种条条框框。我是看到某个瞬间，就是你的一个或者一个表情或者一个表现，我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如果你觉得我选择去了解你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经历跟职业的话，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那你就错了。我觉得你有点冤枉我的我这么有真诚的去了解一个人，没什么说的。不是，没事，但我没有不好的情绪，没关系。对，我就怕有不好的情绪。不会啊，对，因为我跟他们开玩笑的，因为我想跟他们解释，就是我们到底在聊什么，我不想让别人误会。那就行，对，是的，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休息，然后我去备菜。没有，没事，对，没事。过分哦！好，谢谢你找我聊，没有不好的情绪，别误会。好的，没事早点休息，晚安。晚安。我觉得今天晚上聊的稀烂，为什么说稀烂呢？就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我把我想表达的表达了，但是他的给我的反应好像感觉好像有一点点不开心什么的，但哎也正常嘛，因为有一些话说出来的时候，确实可能不太好听。我其实真的挺害怕伤害别人的，但是我又不得不选择这种方式，以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对方我的一个对他的状态和感觉，就是说出来之后，大家就很明了，而且这个事情其实可能说在明面上就会告一段落吧。我觉得现在对大一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迷的人，就是我不太能够懂他的一些，就是他说的话有点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其实我不太能 get 到他想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是还是有一些低落的，就莫名其妙的被别人说我的情绪不对，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说自作多情了，觉得我对他有情愫，反正就所有的东西都很莫名其妙。对，不解。然后我的确觉得有一点点被伤害到了，因为我觉得我是很真诚的想要去认识这个人的。我回来了。大一找你了吗？他找我了，我们在下面聊了一会儿。我真的是服了。咋了？就是他找我聊天，然后他跟我说，可能他自作多情吧。他把我当朋友，然后我问了他今天嘛，他说他也把瑞瑞当朋友。啊？我觉得他就是现在没有喜欢的女嘉宾，然后可能他听说了，就是昨天我情绪不好吧，我说没有啊，我昨天情绪很开心的，因为我把这个事情聊开了，我就没事了。然后他又说什么，就可能他觉得我对他有意思，然后被他伤害到了。我说 OK，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然后我就觉得很迷之操作。我觉得他不真诚，就觉得上节目不像是来找女朋友的，就我觉得好像他就谁都看不上。我真的很迷惑，因为就是他有给我释放很多暧昧的信息，然后他现在又突然就说我把你当朋友，我没有自作多情。比较让我奇怪的点就是说，我跟他第一天晚上私聊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他还是就很有兴趣想要了解我多一些的。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其实可以跟你聊聊天。我说我还没有去过他在英国读书的地方约克，他有说就下次我带你一起去，我还没有去过呢约克其实。下次带你去。故地重游一下。对的，就是我的确是有收到这些信号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第二天就被朋友划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的确看不懂他背后的这些操作的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懂。我觉得好像怎么突然又被人家又伤害一次的感觉。我本来已经没事了，这事儿就过了。他今天一直找我，然后我觉得又被人家插了一刀，你知道吗？神经病呀他！一会儿又说把我当朋友一说，一会儿又说我跟你聊天是有好感，就把我整懵了，你知道吗？他想干什么？就很懵，你知道吗？那应该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吧？哎呀，那你自己不知道你要什么，那你来这里干什么呢？对吧？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哎呀，我觉得很抓马。加入芒果超品俱乐部，看为爱闪耀的他，抢先解锁精彩内容，付费内容免费看，更多专属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离你更进一步。一闪一闪，眼泪滴在路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我说现在别去话题，别离开，他们问我走掉的他。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 emo 的，emo 的情绪在于好像我的情感太浓烈了，然后可能感觉不到别人的情感对我的情感没有感受到，然后我会陷入内耗当中。黑笔说，虽然这个事儿可能不是我做错了，但是呢，因为我比较强势，另一个男孩比较弱势，然后自然而然大家都会觉得我比较是我的问题。但其实我还有包袱，有那个责任感的。我就是在外边，我像一个小铠甲，他也有内心脆弱的时候，只不过没给你们看过而已。是的，每个都是。哎，对，其实我感觉跟我生活中一样，我希望一个人能这个时候给我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了解我，能真正懂我。然后我现在给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不要那么浓烈了，我对大家都淡一点。对，内求一下可能好一点。我太浓烈，我对感情也浓烈。为什么昨天那么问戴老师？因为我在乎，我在乎他的每一句话，但在他理解就是我给他太大压力了。如果不在乎，不至于就是说昨天情绪那么大，还是不能这么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不太需要再行动了。对，也不太想再行动了。可能尝试到现在的话，就感觉好像我已经突破自己了，挺好的。好像也不用那么照顾别人的情绪吧，好像也不用做人做那么圆滑，对，好像也不用那么敏感，对，哎，那我现在正好，我跟瑞瑞说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个时候，对吧？我把我昨天晚上说的说一下不就行了吗？行，我把我该说的话就说了，可以，我就 ending。因为我是想说清楚说明白，因为我怕如果我现在不跟他说清楚说明白的话，我可能今天啊、明天、后天这几天，比如说如果说有说话有互动啊，我怕他会有什么误会，误以为会不会是说我还对他是这种表达是有好感的、啊、或者怎么样？谁啊？我。哦，吓我一跳。哎，我跟吴瑞有个话说一下就行。好，你要说什么？就门口说。咋啦？我告诉你，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昨天我们一起出去玩之后，我感觉对你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好感，但是这个好感我现在感觉就是很像那种很好的朋友。对，然后我昨天晚上就给你发那个短信，因为我昨天晚上不知道就是怎么发，我就跟你说，我说很开心在这段旅程认识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状态吧，我觉得其实还是像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我想跟你讲一下这种，然后我就 ending 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每个都要就是有始有终。了解了。其实我跟和你俩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觉得适合两个朋友的感觉，但是你必须要投一个，因为有的时候。但是这个不用告诉我，因为我现在对这些东西其实无所谓了。你说真的，就是都不重要，我只是跟你讲一下我的感受，讲明白就对了。就很像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且就是没有心动感觉，就是有好感嘛，是因为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对，所以我就跟你讲一下，就这么简单。我现在跟他说这句话之后，就是为了减轻他的压力，让他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其实是处于一个朋友的目的，不想让他有太多的误会，或者说难做。你现在怎么想？啊，我觉得文挺好的，就是坚定不移选择文，我觉得文很优秀，值得坚定不移的选择。好弟弟，可以吗？可以，我懂。还是我没法跳了，我没法变了。你不是没法变，你是真的喜欢文。我爱他，我爱他。对，你是爱他，兄弟，这句话说对了。我爱瑞瑞，我爱瑞瑞。我跟瑞瑞就像朋友，就是其实也不可能再有什么火花，怎么样的。我爱瑞瑞。把今天的该做的做好了就行了。对，
责任，责任也是对所有人的保护。我之前太自私了，我之前全只想着我自己，没有想任何人，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我之前是太自私了，什么都想要。那你意识到就代表还能解决吗？要不意识不到，不就解决不了了吗？对吧？是我留了一个完美的遗憾，残缺的美。你们俩说完了，我俩说完了已经。那我要放个 BGM， 就为啥要放 BGM 啊？我是 BGM 男人。说。我昨天想说什么来着？你刚不是说完了吗？但他说他要放点歌，放点 BGM， 放了个一半一半。我真的懵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理解不到，我 get 不到。然后当时我觉得我一下 CPU 烧干了，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跟我讲的，我们两个明明觉得已经聊得非常好了，然后突然一下又跑来给我讲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不太懂。我没什么想说，就想跟你待会儿。在哪儿都能待。对啊。其实我昨天刚才大一也说了，其实我觉得我昨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感觉都很像朋友，就是这种感觉。我昨天晚上也是这种感觉，但是必须得头一个。就是你想让我有这种感觉，你想让我有这种感觉，我想让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呀？因为尴尬。不尴尬。很尴尬。你是觉得你尴尬，还是觉得我们俩？我觉得都尴尬，我怕大家尴尬。其实我们俩没有一点尴尬。真的吗？其实昨天我感觉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偏爱。你昨天晚上说的不是这个。咋了？你昨天不是都跟我说你咋啦？咋了，宝宝？没事没事。想到伤心的事儿了吗？别哭，别哭。看到了黑皮流，脸都变白了，黑皮流啊。好看，没什么，就是说不上来。就可能我一开始比较自私吧，然后，但我觉得你昨天晚上其实说的特别好。昨天晚上我对你说的吗？为什么？为什么？可是人都是自私的，我懂你，我真的懂你，我完全懂。因为我跟很多时候可能也做了一些相似的选择吧。但是昨天真的不尴尬。其实我是一个很怕大家尴尬的人。对，我感觉你是多虑了，你是想多了。是吗？对。哎，就是其实这个事儿，我感觉现在说也有点，反正就是，其实我昨天其实大一他说他是来给咱俩创造空间的。他跟你说的吗？他说你别太把我冷了就行，说你稍微照顾一下我。大一说就跟我说你别玩嗨了，照顾一下我。但是我看你一直在调节，大家都调节的很好。对，我也很难做，就是我懂，其实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就听从你的内心想法就好，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要说这种话？不知道。想到你说我吗？我其实有点搞不懂，我云里雾里的，我搞不懂你们。对。哎，其实他们的事我也搞不懂，我的就是很简单。你的不简单，你的蛮复杂的。你的不简单，你的蛮复杂的。我的视角看到你，我觉得你的视角是我的是啥小东西？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干嘛，但是确实也有就是左右摇摆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很明显。就是我的内心就是其实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你哭了？没有没有，我做的不好，我觉得我做的不好。没有，跟你完全没关系，主要是我的原因。主要是这是我的原因。为什么？我真的有点不懂。我知道你不懂。你让我知道你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我不懂。就是我感觉真的是，我对你的感觉就是，但是为什么就是没选择上，没选择上。我昨天晚上又收到了他给我发的心动短信，所以就是我心中还有一丝侥幸的心理，或者怎么说，还是想跟他再有机会再尝试一下。就是你知道我们两个说都很喜欢对方，但是就是没能在一起，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有遗憾的。所以说我在阳台上哭的原因也是这个，可能也是给自己留一丝的还有可能的那种念想吧。走吧，你扶着我，咱俩先走，你扶着我。好。一并离开，黑皮哭了，我赶紧远离。干啥？干什么？黑皮哭了，黑皮哭了，跟那个瑞瑞聊天，不知道。Oh my god！ 我要下去找开心了，我受不了这种。你的视角很混乱。你的吗？我的视角很混乱，我觉得。OK。总结我2句，我觉得你说为什么没选上，可能缘分未到。应该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错过了对各个因素，因为决定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但现在时间很短，5天，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一切都顺其自然。是的，对吧？而且你不会被骂的。我担心的完全不是这个，我就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对啊。不遗憾啊，我格局都大成这样，有啥好遗憾的？那你格局是？我不会，不是，我是因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我不会因为1、2次的选择而失去我自己内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我自己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确实是不希望大家开心。你俩今天说啥呢？搁那，我都听见了。你听见啥了？我都不知道我说啥了。你什么意思？又想讨好我，知道自己以前错了，他又偏向你了，你是不是就倒戈了？从此以后，我说实话，可能。那你俩处呗，你俩接着处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看你选择舍弃哪一边了。你是想舍弃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还是想舍弃别人对你的眼光和评价？对啊，那你没感受到我俩之间有一点，你真是只当了个司机跟护工，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在那乐。那你没感受到我很为难吗？稍微产生了一些不愉快，而且不愉快的时候感觉真的假的？真的呀，我心跳加速吗？跟你讲，不是，